无羡追着蓝忘机回净室时，已将近亥时。姑苏山里的夜与云梦不同，天似乎离人更近了，黑沉沉的一片，却并不混沌，反而清澈明朗。无数的星子坠在其上，此时此刻拎出回忆来溜一溜，是拉近距离、搞好关系的绝佳手段之一。魏无羡指着天，故作伤感道：“蓝湛，你看。”蓝忘机顺着他的手指望去，什么都看不到。魏无羡接着道：“你看今夜的天，你再看看那边的墙头，像不像你我初会之景？”蓝忘机摇头，面色更差了。不像。魏无羡奇道：“可我瞧着一模一样啊。”蓝忘机道：“这是东墙。”蓝忘机这没头没尾的一句，说的魏无羡有点懵。蓝忘机道：“你翻的是西墙。”魏无羡眼唇尴尬的轻咳一声，又道：“你可还记得当初你我做了何事？可年纪大了，记性不大好。不过你我关系这么好，想必是把酒言欢。”蓝忘机道：“你为了喝酒与我打了一架，并违反数条家规。”两人正对峙着，远处蓦然传来一阵悠长的钟声，山间烛火渐次熄灭，亥时已至，宵禁了。魏无羡无力道：“赶紧就寝吧，别犯了家规。”他头一次觉得与蓝忘机说话这么累人。黑暗中，魏无羡睁着一双好看的桃花眼，炯炯有神，里面似乎能蹦出光来。睡不着。他掐指算着，现下子时未至，往日里自己至少要到丑时才堪能感到些困意，白日还睡了整整一天，从晨光微熹一觉到日暮时分，觉睡多了，起床腿都是软的，连他自己都佩服自己。若真要比一下的话，魏无羡觉得自己比猪能睡，身体倍儿棒。他侧头小心翼翼地看着身旁的蓝忘机，白玉精心雕刻成的脸庞静谧安详，眼睛合着，同样是面无表情，看着却总比醒着时要温顺许多。魏无羡的手在他眼前晃了晃，再晃了晃，确认此人已睡着无误后，缩回去将被子往自己身上一裹，自娱自乐地在蓝忘机巨大的床榻上打起了滚。睡不着还要硬睡的后果难受无比，魏无羡滚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够，眼皮酸疼，脑袋也不大灵光。他迷蒙着起身，跨过蓝忘机就要出去上天入地，爬树游泳捉鱼，总之怎么折腾怎么来。魏无羡的腿刚伸出去，脚尖连地面都没碰到，身后的蓝忘机突然出声：“怎么了？”魏无羡汗毛倒数，就是一滚，眼看着就要掉下去，又被蓝忘机拦腰接住。魏无羡长长的一条腰挂在蓝忘机手臂上，晃晃悠悠的感叹道：“韩光俊，您这一声险些将我送走。”早在魏无羡盯着他时，蓝忘机便醒了。他们修习仙术的，五感灵敏，魏无羡不知不觉间盯了他许久，久到身体发僵，至于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沁出密密的汗珠，魏无羡才伸手在他眼前一晃，又翻回去打滚。蓝忘机松了一口气，可紧接着此人就越过他做事要走，那一口气给生生憋了回去，怕魏无羡又想同听学时期那样半夜偷跑出去四处晃悠。蓝忘机连忙起身问了那句，谁想这一声直接将魏无羡吓得一滚，还好他反应快，又一次将人接住。魏无羡盘腿坐在床榻之上，生灌了2壶水才缓过劲儿来。他道：“我就睡不着，出去逛逛而已。蓝湛，你不至于吧？”蓝忘机半天憋出一句话：“云深不知处，禁止夜游。”魏无羡正要吐槽这小古板的无趣，蓝忘机却扶着他躺下，替他掖好被子，自己坐在他身边：“睡吧，我陪你。”这么被人盯着，谁能睡着？为了避开蓝忘机的视线，魏无羡只得闭眼。下一瞬，魏无羡睡着了，不过一会儿，低沉均匀的呼吸声也传出来了。不是睡不着吗？魏无羡盘腿坐在床榻之上，端着蓝忘机送来的苦药汤，嗓子还有些哑，撅着嘴可怜巴巴地问道：“蓝湛，可以不喝吗？”蓝忘机面色比昨夜回房时都要差，对魏无羡的撒娇视而不见，摇头道：“不可。”生病装可怜也是拉近距离、拉近关系的最好手段之一。魏无羡体壮如牛，当年打下的底子好，即便没了金丹，于战场之上叱咤风云之时，也未曾生过病。如今到了云深不知处，反而娇弱起来了。魏无羡发誓，这病当真不是他装的，也并非他故意所为，在蓝忘机面前博取同情。
由于昨夜睡得早，今早醒来也不过辰时，魏无羡打着哈欠，起床时身旁的蓝忘机早已去蓝师讲学，膳食则已备好置于餐盒之中。他暗道此人不愧是蓝忘机，当真贴心，往后也不知谁这么有福分能嫁给蓝忘机。云深不知处的日子过得是极其枯燥无聊的，魏无羡曾深有体会。用完早膳，他一人绕着净室逛了几圈，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找不到另一只小古板来与他说说话。正盘算着该如何溜出去采衣阵玩玩，林中却闪过一团小小的白影，一溜烟不见了。魏无羡眼睛亮了，他记得云深不知处不光养了一堆白色的小古板，后山还有一群白色的小兔子，正巧蓝忘机给他备的早膳里没有辣，嘴里正发痒，食材便自己送上门来。魏无羡打定主意，手中转着的陈情往腰间一别，便向着白影消失的方向追去。魏无羡边追边想，当年那群兔子大多在后山聚集，如今倒是愈发胆大起来，竟然敢跑去竟是在蓝忘机眼前晃悠，也不怕被他一剑斩了。不对，他们云深不知处禁止杀生来的，顶多会被人拎着耳朵丢到山下，妻离子散而已。遇到他魏无羡才是真倒霉，不是炖了就是烤了，变着法的吃。魏无羡循着白影越走越远，云深不知处群山连绵，哪儿看都一个样，他没管那么多，眼睛盯着兔子发光。见他不动了，魏无羡一个猛虎扑食便跳了过去，谁想这兔子甚是狡猾，那地方刚刚好是一个小山崖，不算高，他刹不住身子，一脚踩空，和兔子一起掉了下去。说是小山崖，的确是小，又小又矮。魏无羡还没来得及叫出声，便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中间似乎被人接了一下，并没有水面拍打皮肉的那种疼痛。那水刺骨的凉，即便这时候已入了秋，白日山里也不至于如此。许是冷水扎的脑子清醒了些，魏无羡恍然想起，当年他和蓝忘机那小古板一同受罚，就是在一处名为冷泉之地疗伤的。魏无羡觉得自己不能更倒霉了，扑腾的冒出头，一把薅住了浮在水上的白兔。今天不把你扒皮抽骨，撒上辣椒烤的外酥里嫩，我就不信味。他身旁亲眼目睹他掉下来的蓝忘机忍不住了。魏婴，果然，人还是可以更倒霉的。蓝忘机确实是亲眼看着魏无羡掉下来的，因山崖不高，落得也快，他中途轻轻接了一下，冷泉又是疗伤圣地，于身体无害，便放任魏无羡进水了。再然后，蓝忘机看见浮在水面上的一团白影，不会游泳，正扑腾着，眼尖的认出那是自魏无羡所赠，自己养了多年的白兔，正要伸手去捞，救他一命，谁想魏无羡探出头来，扬言就要烤了他。蓝忘机终于忍不住了，唤了一声魏婴，便将兔子夺过来护在怀里。魏无羡僵了一瞬，转过头来，见蓝忘机抱着兔子，当场抓包，自己在云深不知处急行喧哗欲杀生。魏无羡狡辩道：蓝湛，我说我是怕你饿了，想把它烤了，想贤良淑德的去给你送饭，你信吗？蓝忘机摇头，不信。须臾又补充道：这是我养的兔子。坏了，马屁没拍成，还被马料橛子踢了。魏无羡道：哈哈，你们这儿什么时候还同意养兔子了？蓝忘机微微垂着头，魏无羡难得从他脸上读出那么点失落的情绪。蓝忘机道：这是你送我的。哈？蓝忘机脸上的失落更甚，费了老大的劲才想起自己攀上藏书阁送兔子那幕，再看着眼前低头宝贝似的抱着兔子的蓝忘机，魏无羡头一次觉得自己这篓子捅大了。天地良心，众所周知，他魏无羡记性不好，虽是琐事隔天便忘。送兔子一事也不知隔了多少年，于当时的他来说，不过事件过后便忘了的小事，现下看来似乎还不小，其重要程度应当可排在江城前面了。魏无羡一边在心中揣摩着该如何应对，一边又斜眼偷偷去瞄蓝忘机。不看还好，这一眼一口气没提上来，险些没把自己呛死。蓝忘机还抱着兔子立于原地，低着头，浑身湿哒哒的，随手抓来的纯白里衣紧紧贴在身上，肩头黑发掉落的水珠顺着白色衣料勾勒出的肌理往下滚。可打住！打小在莲花湖中
赤身裸体，跟师弟们也惯了的魏无羡，也不知为何此时到了蓝忘机这里变得如此旖旎。如今他眼中的蓝忘机就像被人欺负了还不敢吱声委屈的不行的梁家少年，心中的负罪感如火中烧。